唐三非要认我当爹，只因我穿越斗罗，喜提唐武林模板，模板刚到手，结果系统连夜提桶跑路。好在这是斗罗一剧情开始前，我决定收徒唐三。可这小子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怪，不像看老师，仿佛是在看自己亲爹，还要给我挑老婆，想多认几个妈。我叫唐三，我似乎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唐昊根本不是我亲爹，老师才是，隐瞒我这么多年，天生邪恶的唐昊，你简直就是已经有了取死之道。此时我站在诺丁学院门前，心情有些复杂。我穿越到斗罗大陆觉醒了系统，但系统留下一个唐武林模板就跑路了。16岁我依靠蓝银皇血脉和金龙王血脉将魂力提升到59级。今天我来诺丁城只有一个目的，提前收下唐三为徒，让未来的海神修罗神成为自己人。我不想打压或是算计唐三，只想亲自培养这位天命主角。唐三别的可能不行，但天地君亲师在唐三那里便是规矩，是底线。凭借我蓝银皇武魂的身份，我收他为徒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这时老杰克牵着唐三来到学院门口，被门房刻意刁难。唐武林唇角微扬，看着这经典的一幕，我没有急着上前，我悄然释放自身纯正蓝银皇气息。唐三瞬间僵在原地，突然一股亲切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他下意识转头，看见一个英俊至极的青年正看着他，黑发飘扬，眼眸如寒潭。唐三心跳疯狂加速，一股极致亲近的血脉链接扑面而来，竟然在这人身上感受到了父亲般的敬仰。我迈步上前，看向唐三，温和笑道：“孩子，你叫唐三对吧？要不要当我的弟子？我的武魂和你一样是蓝银草，但却是蓝银草中的皇者，蓝银皇。”同源血脉疯狂牵动唐三心血，他根本无法拒绝眼前之人。唐三跪下，连磕3个响头：“我愿意拜您为师。”我笑着扶起唐三：“很好，从今往后你便是我唯一亲传弟子，我会倾尽毕生所学，悉心教导你。”我拿出一个紫金护腕，这是32立方的储物魂导器，算作你的第一件拜师礼了。说完，我转头看向门房，刚刚你在刁难我的弟子和这位老人。门房双腿发抖：“大人，我知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我眼底闪过金龙王龙威，门房耳边响起龙吟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裤裆湿透，屁滚尿流逃走了。小三和杰克爷爷道别，随后我牵着唐三走进学院。暗处的玉小刚看着这一切，双手发抖，看向远去的唐三，先天满魂力的蓝银草，这定然是双生武魂，这样的天才正是证明他武魂理论的好机会。他激动地跟了上去，师徒2人进入院内精致房间。我松开唐三的手，坐在椅子上。唐三突然感觉到有些失落，老师手掌宽大温暖，完美契合自己幻想中父亲的触感，两世人生他从未感受过这般温暖。我盯着唐三问道：“小三，老师感知到你体内还有另一股力量，沉重霸道，应该是一个很强大的武魂。”原著中玉小刚戳破双生武魂秘密时，唐三瞬间萌生杀意，可此刻面对我，唐三没有犹豫：“老师，您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拥有第2武魂，父亲再三告诫我不可外露此秘密，但我100%信任您。”说完抬起左手，一柄无黑小锤出现：“老师，这就是我的第2武魂。”我故作惊讶开口回应：“昊天锤。”没想到竟是天下第1器武魂昊天锤，看来你的身世并不简单。唐三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第2武魂的名字，急切问道：“老师，什么是昊天锤？为什么昊天锤被称作天下第1器武魂？”我看着他道：“昊天锤隶属于上3宗之首昊天宗，极致力量爆发，冠绝所有器武魂。知晓你的武魂之后，我已规划好你的修炼道路，你优先主修蓝银草。你可知蓝银草真正的优势所在？”唐三低头思索片刻，茫然摇头：“老师，我并不清楚蓝银草的长处。”唐武林揉了揉他的头：“蓝银草最大的长处是庞大的数量和生命力，你要走的路不是控制，也不是辅助，而是增强生命，巩固本源，促使蓝银草不断进化，达到蓝银王，再达到和我一样的蓝银皇，这才是你的路。”话落，我召唤出自己的蓝银皇，金色纹路的藤蔓升起，将唐三结结实实捆住。唐三全力挣扎也无法撼动分毫，亲眼见证蓝银皇的强悍。原来蓝银草不是废武魂，唐三内心燃起极强的变强渴望，他明白自己没有拜错师尊。唐三一脸崇拜地看着我：“老师，我愿意接受您的训练，按照您给出的修炼道路走下去，请尽快带我修炼吧。”我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好孩子，我现在先送你回宿舍，然后就带你去获取第1魂环。”唐三看着我的笑脸，心跳加速，老师的笑容和手掌都像父亲一般温暖。随后我带唐三买了新被褥，送他去七舍铺好床铺，然后直接带着他离开了学院，前往星斗大森林。玉小刚打听着来到七舍，发现我们已走远，气得浑身发抖。那个小子仗着有点实力，居然连资料都不查就带人去获取魂环。蓝银草这样的废武魂，一旦魂环选错，未来就毁了。他心中暗喜，到时候自己出现给予希望，唐三一定会成为自己的弟子。另一边，前往星斗大森林路上，我将魂师实战与魂师修行经验传授给唐三。唐三坐在我身边，感受着血脉的悸动和温暖，只感觉一阵的温馨，是他2世人生从未拥有过的感受。斗大森林外围，我带着唐三穿行其中。唐三第一次来，兴奋的不行，迫不及待想要吸收第1魂环，踏上蓝银草血脉进化之路。一路来我悉心教导，唐三也彻底弄懂魂师修炼体系，也明白玄天宫卡在1层的缘由，唯有获取魂环成为魂师，才能突破玄天宫第2层瓶颈。即将双重突破让唐三满心激动。唐三看向我的背影，身前我拨开荆棘将他护在身后，暖意涌上唐三心头，暗暗发誓定要报答恩师。短短2日相处，我在唐三心中已比肩唐昊。唐三暗自下决定，谁敢诋毁老师，便是已有取死之道，自取灭亡。突然我目光一凝，蓝银领域扩散探查周边，前方发现一只千丝龙须藤，年限750到850年，很适合唐三，但第1魂环极限一般是400年，这已经超过第2魂环年限。好在我早备好金胶应对，如今金胶并不贵重，多被用作催情药材，1000年金胶药性猛烈无人敢服。
足。我之前专程去了一趟沿海，收集大批晶胶，用以突破魂环年限限制。我回头看向唐三，前面有个魂兽很适合你，但是超出年限了，我有办法助你极限吸收，但需承受极强痛苦，你可愿意尝试？唐三毫不犹豫应声说：老师，我相信您，我愿意。超越极限去吸收魂环，需要提升身体强度。我照出蓝银黄武魂，紫紫黑黑黑5枚魂环依次浮现。唐三倒吸一口凉气，第一环千年，第三环万年。他没有拜错老师，老师的天赋远超想象，崇敬之心更甚。我取出一块2000多年晶胶，用魂力融化递给他。唐三毫不犹豫一口吞下，皮肤开始变得赤红。他连忙运转玄天功炼化，不多时体表赤红褪去。他站起来一拳砸出，身体素质提升至少3成，魂力也增加了。我满意点头，揉揉他的头，带他去千丝龙须藤所在处。千丝龙须藤立在前方，我召唤蓝银黄藤蔓捆住他，随手扯出深埋地底的根须，回头看向唐三，斩断根须才能彻底击杀植物魂兽。递过短刀让他斩断根须，唐三动作娴熟，全部斩断。深黄色魂环浮现，我看着唐三道：植物武魂以形补形最合适，这魂环会带汲取能力，可以不断吸收对手魂力转为自己用，远比动物魂兽更利于血脉进化，走生命叠加路线，未来潜力无穷。唐三盘腿开始吸收，1个小时后，唐三睁眼，身上涌出纯粹生命力，蓝银草出现淡淡银色纹路，那是向蓝银王转换的趋势。他的皮肤变白，眉眼与唐武林多了几分相似，我暗自失笑，日后怕是会被认作父子。小三，说说你的第一魂技。唐三兴奋地召唤蓝银草，第一魂技极限汲取，捆绑目标后可持续掠夺魂力，转化为自身魂力补充消耗。我让唐三对我释放魂技，蓝银草疯狂生长，把我捆住，我体内的魂力在缓慢流失。我逐步发力测试韧性，大约18、9级战魂师的力量就能挣断。待进化到蓝银王，配合暗器足可抗衡魂王。魂技潜力上加续航极强。我点头了点头。你如今魂力多少级？唐三答道：大约15级。不再多言。天色将晚，师徒动身离开森林。唐三跟在我身后向外走去。另一边，星斗大森林深处，生命之湖湖底异动，黑雾骤然笼罩湖面，一个黑袍男人撕裂空间走了出来，正是80万年兽神惊艳黑龙王帝天。帝天单膝跪在湖畔，主上，您终于醒来了。湖底传来飘渺声音。帝天，我的沉眠并未结束，我只是感受到了与我同源的另一半血脉。金龙王出现了，他很弱小，力量彻底失去，正在人类世界，去找到他，将他带回来，助我加速恢复伤势。帝天激动提议，主上，何不趁他虚弱强行掠夺血脉，及其金银双脉重现龙神荣光，带领龙族重返神界。湖底声音说，金龙王气息被大陆气运遮盖，连我也无法确定他的位置，只能靠智谋不可强夺。你去找他，找到了唤醒我，我会让他心甘情愿奉献血脉。帝天起身，眼中全是坚定，空间波动笼罩全身，转瞬消失。2天后，我带着唐三返回诺丁城，走到学院门前，我交代他回去好好休息，又取出金魂币让他改善伙食。魂师修炼离不开充足食补。唐三接过金魂币，眼眶发热，从小到大从未有人这般关心他，家里那个酒鬼父亲从来没关心过我，全靠老村长接济才活到现在。老师不仅为我规划前路，还悉心照料我的起居，要是老师是我的父亲，那该多么的好啊。唐三正准备道别回宿舍，一道身影猛地冲到二人之间，是玉小刚。他在学院门口等了4天，一心想要收下双生武魂天才唐三，这是他证明自身理论能力的唯一机会，只要培养出封号斗罗弟子，便能彻底坐稳大陆第一理论大师名号。唐三，我是大陆第一理论大师玉小刚，你是双生武魂，只有我才能教你，你第一魂环吸收不当，蓝银草需强化韧性叠加毒素才能变强，拜我为师，我可以帮你修正修炼道路。唐三脸色一沉，瞬间心生浓烈杀意，对方当众戳破自己双生武魂秘密，还刻意挑拨他与恩师之间的关系。他指尖蓄力，下意识准备发射无声袖箭，但又紧张地看向我，怕我误会。我轻笑一声，此人能看出你是双生武魂，有几分本事，不妨让他说说，若他理论可行，我不介意你双师从学。唐三摇头，老师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我此生只有您一位老师，绝不另拜他人，我只想一直跟随在您身边修行。我无奈说道，不必顾及我的感受，你的成长最重要。这番话彻底打动唐三内心，他看向玉小刚的敌意变得愈发浓烈。玉小刚见状急了，蓝银草必须增强韧性，植物武魂可以吸收动物魂环，按我的指点吸收蛇类蜘蛛类，叠加毒性，走控制系魂师路线最好，没有废物武魂，只有废物魂师，我保证可以将你培养至封号斗罗。唐三问，那你的武魂是什么？魂力多少级？玉小刚闻言涨红了脸，这和你拜师没关系，武魂魂力与收徒没有必然联系，我也可以顺带指点你的修炼方式。我摇头直接打断，闻名不如见面，你的理论让我失望，我不会让小三拜你为师。我拉起唐三的手就要走，见状玉小刚怒吼，直接召唤罗三炮出来。第一魂技，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。罗三炮蓄力喷出大范围恶臭黄雾，我一把抓住唐三，瞬间消失。唐三反应过来，杀意暴涨，立刻射出无声袖剑反击。罗三炮舍身挡在玉小刚身前，承受暗器，魂力反噬让玉小刚当场重伤吐血。唐三施展鬼影迷踪上前准备补刀，我一脚把玉小刚踹飞，蓝银草藤蔓将他挂在学院大门上。拦下准备动手的唐三耐心解释，不能当众杀了他，他是蓝电霸王龙宗宗主之子，同时与武魂殿教皇比比东渊源极深，以我们目前实力无法抗衡2大势力，贸然出手会引来无尽追杀与麻烦。唐三震惊，什么？当今教皇难道是脑子坏掉了不成？居然喜欢这种只会放屁的废物。我含笑揉揉他的头，慎言，蓝电霸王龙家族传承武魂是顶级兽武魂，玉小刚只是变异例外。唐三冷哼，算他运气好，不然也有取死之道，未来若是实力足够，第一个就杀的就是你。玄天宝录总纲第3条，只要确认对手是敌人，只要其有取死
死之道，便不用手下留情。我摸了摸唐三的头，回去休息吧。玉小刚就挂在那里示众。我返回住处盘膝修炼，魂力接近60级，金龙王血脉不断激发，4枚专属金色气血魂环缓缓浮现。这是金龙王血脉独有的气血魂环，依靠自身磅礴气血凝聚而成。每一枚气血魂环都附带专属魂技，若是动用专属武器，完全可以越级斩杀魂斗罗强者。另一边，唐三走进七舍，发现自己的床被人动了，新被褥乱糟糟，这套被褥承载着老师的心意。他怒火中烧，是谁动了我的床？王胜面露尴尬上前回话，这几天小吴姐在睡，他是七舍老大。唐三闻言眼底寒意渐生，天生邪恶的小五，你已经有取死之道，他在哪？现在王胜忐忑告知小五的行踪。很快唐三找到小五，看着外形软糯可爱的小五，二话不说一拳砸去。小五躲过质问，你是谁？唐三越想越气，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就敢睡我的床？迈着鬼影迷踪冲上去，蓝银草束缚配合玄玉手，便要擒拿小五，把小五打得狼狈不堪。小五虽然是10万年魂兽化形，但只有1枚魂环，渐渐落入下风。王胜跺跺脚跑去找老师。此时我正盘膝修炼，门外响起声音，唐先生，在下有事求见。是诺丁学院的苏主任。我睁开双目停下修炼，让他进来。苏主任道，不好意思打扰您修炼了，您的弟子唐三和学院一个叫小五的女孩打起来，还请您去处理一下。我有些意外，唐三和小五打起来了，随即起身跟着苏主任往外走。操场上，唐三单膝压在小五背上，双手绞着他的手臂，给我道歉。小五眼眶乌青，哇哇大哭。我不。暗处唐昊隐匿身形，静静观战，感慨唐三心胸不够开阔，对小女孩大打出手，也庆幸唐三败得良师。我走过去出声制止，小三住手，怎么回事？唐三松开小五，天生邪恶的女人，若非老师前来，定然让你付出代价。老师，他睡了我的床。小五转头看向我，心底莫名升起浓烈母性光辉，一瞬间便让小五彻底迷上了。小五盯着我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一旁唐三见状瞬间怒意再起，这天生邪恶的女人想要做什么？难道是想要和我抢老师？唐武林，小三的老师，这件事错在你，你们互相道歉。唐三立刻说，小五对不起，是我冲动。小五看着我问，以后我可以直接叫你武林吗？唐三怒了，你大胆，老师的名讳岂是你能叫的？你已有取死之道。我摇头说，叫我武林不合适，你叫我老师吧。小五有些失落，那以后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来问你吗？可以，但你得先跟小三道歉。小五立刻对唐三道歉。唐三哼了一声，我给了小五几枚金魂币，让他去买新被褥，带着唐三回房间。唐三问我，老师，您是不是想收他为徒？我摇头，你前期战斗力太弱，需要同伴。小五天赋不错，你们可以互帮互助。我没有打算收第二个弟子，你是我的关门弟子。唐三听完彻底放下心结，满心感动，由衷感念老师处处为自己考量。唐三离开后，我眼神骤然变得锐利，此前就感知到窗外有人。阁下看了这么久，也该出来了吧？房间内一道身影凭空出现，正是传说中的昊天斗罗，唐三的父亲。此刻却是一副醉汉模样，浑身脏兮兮的袍子，满脸胡渣。我直接开口问道，你是小三的父亲，昊天斗罗？唐昊一怔，有些诧异，你知道我？随即释放封号斗罗威压朝我袭来。我清楚唐昊旧伤缠身实力大减，打不过他，但是凭借血脉足够自保，没问题。我毫无畏惧，淡淡回道，小三的第二武魂是昊天锤，昊天宗封山多年，能出现在这里又和小三相似，只有那位昊天斗罗。唐昊的眼神瞬间从醉意中清醒，看着我的脸，你很聪明，你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小三的母亲，我对你很满意，至少比玉小刚靠谱。今日前来是要把小三彻底交给我，我要去大陆游历恢复伤势，这东西给你，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。话落，唐昊扔给我一块乌黑色教皇令，转身消失。2个月转瞬而过，我魂力达到60级，金龙王血脉彻底觉醒，浑身被金色鳞片覆盖，肩胛骨一阵剧痛，背部长出一双金红色龙翼，第5轮金色气血魂环凝聚在脚下，我一拳打出音爆，肉身力量同层次无人能及。接下来该去星斗大森林拿第6魂环了，至少需要8万年的植物系魂兽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搭配黄金龙枪，猎杀8万年魂兽完全没压力。随后我来到七舍，小三、小五，我的魂力已达60级，要去星斗大森林获取第6魂环。小三，你和我一起。我感受到血脉上的呼唤，这对你应该也有帮助。至于小五，你跟不跟来自己决定。唐三满脸惊喜，老师您突破60级了，16岁的魂帝，史无前例，我这就去收拾东西。小五这时也开口道，武林老师，我也和你一起走。我摇头，解了当说，小五你先不急，我获取魂环后还要去一趟天斗城，你的身份不合适去哪里？小三的父亲是昊天斗罗唐昊，我已经知道你的身份，魂兽化形，我有办法帮你遮掩气息，但需要时间，你留在诺丁学院等我。小五闻言脸色煞白，弱小的10万年魂兽代表10万年魂环和魂骨根本就不是人类可以抗拒，你和我说这些做什么？你是打算杀我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小三的母亲是上一代的蓝银皇，同样是化形魂兽，唐昊本想把你留给小三当魂环，但我认为并不适合小三，你是走是留看你自己，留下来我会找药材遮掩你的气息。眼眶泛红，武林老师，我相信你，请你帮我。我点头，可以，这段时间你就留在诺丁学院。小五心中感动不已，心里盘算着自家武林这般优秀，人类的男性都喜欢漂亮女孩，要不要帮武林多找几个？
我看了小五一眼，总感觉这只小兔子在想什么不好的事，不过应该不会恩将仇报吧？大概不会。唐三收拾好东西，得意的看了一眼小五，跟我离开诺丁学院。我没有直接去星斗大森林，反而是调转了方向，带着唐三来到了圣魂村。唐三疑惑问道：“老师，您不是要去获取魂环吗？怎么来我从小生活的村子？是要和我那醉鬼父亲道别吗？”我说：“小三，你父亲已经走了，他是昊天斗罗，这次来是为了让你见你的母亲，上一代的蓝银皇，让你的血脉进一步得到提升。”唐三震惊，那个醉鬼老爹居然是封号斗罗，他能接受老爹是烂人，却无法接受他有能力改变一切，却什么都不做，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这个消息。我说：“你的昊天锤传承自他，你们父子的事为师不多说，这次来是带你见你母亲的。”唐三眼眶泛红，母亲，老师，我的母亲在圣魂村吗？小三释放你的武魂，感应亲人气息。唐三召唤蓝银草细细感知，不多时猛然流下眼泪。老师，我的母亲真的就在圣魂村里。我揉了揉他的头，小三，你就像我的孩子，我怎么会骗你？走吧，该去见你的母亲了。唐三再一次被老师暖到，感觉一阵幸福，彻底把醉鬼老爹抛在一边。他心想，父亲就应该是老师这样的，要是老师是自己的父亲，那该多好，这才是他想要的父爱。我带着唐三来到一处山谷，山谷很安静，唐三的目光落在瀑布后面，他能感觉到母亲就藏在瀑布后。我展开金色龙翼，抓起唐三飞过瀑布，落在后面的山洞里。山洞闭塞狭小，一束阳光照在一株枯黄萎靡的蓝银草上。唐三看着那株蓝银草，眼泪流了下来。我一步上前，展开蓝银领域，从山谷其他蓝银草身上抽取生命力，灌入阿银体内。阿银的枝叶重新焕发了生机。我收回领域，对唐三说：“召唤你的武魂，去证明自己的身份吧。”唐三抬起右手，蓝银草浮现，那株蓝银黄剧烈摆动，枝叶生长蔓延，将唐三缓缓包围。一道温婉声音在唐三心头响起：“孩子，你是我的孩子。”唐三眼泪彻底绷不住了。母亲，我没有打扰母子相聚。走到另一侧山壁，金色鳞片覆盖右手，随手打碎岩壁，一个黑色铅盒掉落下来。我打开铅盒，一块蓝金色琉璃般的魂骨躺在里面。10万年蓝银皇右腿骨，浓郁的生命力溢散而出。唐三体内的蓝银皇血脉开始沸腾，忍不住想要吸收魂骨。我将魂骨递给他，小三，这是你母亲留下的10万年魂骨，蕴含强大的生命属性，足够让你的蓝银皇血脉得到激发。当着你母亲的面，把它吸收了吧。唐三推辞道：“老师，这块魂骨最适合蓝银皇魂师，您是蓝银皇，还是您吸收吧。老师对我已经足够好了，这块魂骨便当学生回馈给您的报答。”我板起脸，小三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别说这是你母亲的遗物，就算不是，我也不会拿学生的东西，你这是在羞辱为师。况且这块魂骨虽好，却不适合我，我需要的魂骨以龙族为主，快点吸收。你不想看到你母亲的灵魂一直留在这个小山洞里吧？唐三眼眶泛红，老师对弟子实在是太好了。为什么自己的父亲不是老师？为什么是那个罪人？若是母亲能和老师在一起，想必那才是真正的神仙眷侣吧。他不再推辞，盘膝坐下，将魂骨贴在腿上，开始吸收。我展开蓝银领域，将溢散出的生命力凝聚起来，喂养给阿银。阿银感受到了我独特的气息，自然的气息如此浓郁，他难道是传说中的自然之子？他不由自主想要靠近我，但很快压制住冲动。他告诫自己已经有了浩哥，不能再想其他男人。晕乎乎的阿银，枝叶无意识的又缠绕到我的身上。我没有扯断，照顾学生脆弱的母亲，是我这个老师应该做的。3天后，唐三睁开眼睛，武魂已经从蓝银草进化成了蓝银王，魂力突破到20级，他的面容和我有了4、5分相似，站在一起像一对兄弟。他兴奋地说：“老师，我吸收了母亲留下的魂骨，血脉得到了提升，魂力突破到20级，魂骨技能是飞行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我满意点头，不愧是我的弟子，飞行魂技对你如今来说还不错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是蓝银草终极奥义，哪怕是我也没有掌控，未来我说不定还要向你学习，能收你为徒，我很满意。唐三压不住嘴角的笑，老师，小三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。若是没有老师，我肯定没有如今的成就。我笑道：“不必谦虚，你的第2魂环和我的第6魂环也该去解决了。”唐三点了点头，将母亲从小土堆移植到盆栽里，郑重地递给我：“老师，我母亲日后还请您多多操劳和费心了。”唐三心中暗道：我一定要撮合母亲和老师，到时候若成了，老师便在名义上成为自己真正的父亲。我接了过来，觉得唐三说的话有点奇怪，不再多想，我摇了摇头向外走去，钻进了星斗大森林，一边教导唐三武魂未来的发展，一边寻找着适合他的第2魂环的魂兽。他的第2魂环至少要2000年起，有10万年魂骨加深，2000年线不过是底线。蓝银王最适合走生命属性路线，吸收生命魂环能让他全方位蜕变。双生武魂也需要强大肉体支撑，为后续昊天锤铸就强悍根基。不多时，靠蓝银领域的帮忙，很快找到几只目标，最终选中地缠麻根。这变异植物生命力顽强，还自带麻痹属性，正合小三心意。小三毫不犹豫选了它。麻痹加第1魂技汲取效果，能让对手绝望，再加上暗器，红阶无敌不是梦。我见徒弟做了决定，便出手。蓝银皇轻轻一抖，地面瞬间涌出无数蓝银草藤蔓，将地缠麻根紧紧缠住，逼出根部。小三冲上去斩断根部，这玩意儿命硬得很，切了10几段才死透。2800年的紫色魂环飘了出来，我让他放心吸收，以他现在的体质，这点魂环压不住他。小三盘膝坐下，运转玄天功吸收。2小时后睁开眼，脚下一黄一紫2环闪烁，魂力升到23级，身体被生命反哺增强。蓝银王继承了麻痹属性，第2魂技麻痹荆棘瞬间释放，蓝银草从地底爆起，刺穿了好几棵大树，威力足以绞杀普通2、3环魂师。更阴的是散落的麻痹粉，吸一口就彻底动不了。我挥手掀起狂风，卷走粉末，看着弟子进步满
心赞许：“小三，很好，你没有让我失望，未来一定能超越我，成为大陆顶尖的强者。”这孩子眼眶当场就红了，他太需要承认了，老师对自己实在是太好了。解决完小三的魂环，二人继续往核心区深处走。我需要8万年以上的魂兽，这种级别的魂兽堪比封号斗罗，就算有黄金龙枪也得全力以赴，必须到核心区才可能找到。与此同时，星斗大森林混合区，千仞雪带蛇矛和刺豚2位斗罗在搜寻，他要找同时拥有火光神圣3属性的变异魂兽，就连探查的魂斗罗都被其重创濒死，对他来说价值巨大，让6翼天使武魂绽放真正力量。蛇矛劝他核心区太危险，但千仞雪语气不容置疑，找不到就不走。他先天20级魂力，如今15岁才升到50级，为窃国计划已经耽误太多时间了。这只魂兽必须拿到手。星斗大森林生命之狐，帝皇瑞兽，三眼金尼，这位魂兽界的小祖宗血脉一阵沸腾，猛地抬起了头，就仿佛收到了什么召唤，猛地向外冲去。30万年魂兽翅王紧随身后，搜寻几天毫无踪迹。千仞雪失去耐心，就在这时，三眼金尼赫然现身，千仞雪立刻感到武魂剧烈颤动，属性完全契合，他毫不犹豫下令动手，蛇矛化为100道残影刺出。就在攻击即将落下时，赤王带着恐怖威压赶到，漆黑火焰喷涌而出，刺豚当场动用武魂真身，变成毒刺河豚抵挡，蛇矛也调转攻击，联手抗衡。赤王愤怒大吼，地狱之火疯狂燃烧，千仞雪被6翼天使裹挟着不甘逃离，他打定主意要让大供奉亲自出手猎杀。赤王震怒，全力爆发追杀2名封号斗罗，却发现调皮的三眼金尼早已擅自离开。心急寻兽的赤王出手愈发霸道凌厉，地狱之火温度急剧攀升，蛇矛和刺豚被迫全力爆发，2大封号斗罗开启武魂真身拼死抗衡，顶级魂技对撞掀起恐怖魂力风暴，核心区的魂力波动很快被我的蓝银领域捕捉到，至少是封号斗罗级战斗。我果断带小三换方向，多管闲事只会把自己搭进去。我的目标是第6魂环，不是来看热闹的。小三眼中闪过向往，暗下决心要变强，这样就不会拖累老师了。我刚迈开脚步，面色骤变，一把抓住小三衣领，展开龙翼冲天而起。他感知到有东西正朝这边冲来，下一秒千仞雪狼狈飞来，魂力枯竭即将衰落，身后三眼金尼踩着赤金火焰穷追不舍。第3只眼满是玩弄的恶趣味，就是要把这个基于自己魂环的天使小鬼活活耗死。但下一瞬，三眼金尼血脉猛然沸腾，3只眼同时锁定远去的我。他闻到了我身上金龙王血脉的味道，那种极致芳香让他呼吸急促，满眼向往。对他来说，这就是致命的诱惑。他瞬间舍弃千仞雪，转身朝我狂奔，要把我这个香香的人类抓回去，搞清楚为什么这么吸引他。他真的好想和那个人类待在一起。空中的我一脸无奈，我现在被一只30万年的瑞兽追着跑，而他不是要杀我，他只是想搞清楚我为什么这么想。我很无奈。三眼金尼突然出现，跟千仞雪打了起来，打着打着又放弃千仞雪，转头追上了我，像个赖皮狗一样甩都甩不掉。唐三被我提着这衣领，目光阴冷地盯着身后追赶的三眼金尼，暗自将这只瑞兽列入必杀名单。玄天宝录第3条，确定对手是敌人且有取死之道，就别留情。我认为小三说的对，但不急着动手。我带着唐三一路逃出核心区，是在确认瑞兽身后有没有守护者。发现赤王没有跟来，我直接停住了脚步。既然没人护着，那就打。我金龙王的血脉，还怕区区一只5000年瑞兽不成？他敢深入星斗森林，底气源自双重依仗：一是自身雄厚战力无惧高阶魂兽，二是身怀特殊身份自然之子，与普通气运之子截然不同，无可替代。自然之子若陨落大陆生态即刻崩塌。我把唐三放到一边说：小三站远点，什么瑞兽和我的金龙爪去说吧。脚下5道金色魂环亮起，金色龙鳞覆盖全身，发动黄金龙体，力量、速度、防御全面提升。金龙爪一巴掌拍出去，三眼金尼直接倒飞，砸穿10几棵树，紧接着一拳金龙惊天轰出，瑞兽再次被打飞。三眼金尼怒了，想要反击，体内黄金龙血脉流转，眼眸赤红妖异，但我金龙王血脉一爆发，直接压得他体内黄金龙血脉彻底凝固。龙族以血脉为尊，黄金龙在金龙王面前就是儿子见了爹。我冲上去就是一顿暴打，还没长大的小儿子也敢龇牙。唐三在后面看得眼睛发亮，老师战力强到离谱，但似乎对这只魂兽留了手，心里琢磨着这魂兽难道还有别的身份？暴怒吼声骤然响，人类你找死！赤王急速赶来，看到瑞兽被打得鼻青脸肿，气息微弱，直接暴怒。我一脚把三眼金尼踢开，说滚一边去。赤王修为超过30万年，实力堪比97级魂师，但我根本不怂，大不了就是一死。自然之子的身份在这摆着，我死了，整个斗罗大陆自然生态崩盘，整个大陆陪葬够本了。我眉心金光亮起，黄金龙枪出现在手中，金龙王气息如同蛮荒一般散发出来。赤王体内有真龙血脉，此刻剧烈颤动，有种臣服的冲动，甚至血脉都要离开身体。赤王震撼地问：你到底是谁？神器龙族血脉，你难道是纯正的真龙化形的人类？一个人类怎么可能压制到这种程度？这种血脉压制连地天都做不到。我怒声道：我是你祖宗，要打就打，大不了打成整个星斗大森林。金龙狂暴领域开启，全身金鳞覆盖，身高暴涨到3米，黄金龙枪一抖，真龙虚影浮现，瞬息之间朝着赤王扑杀。赤王喷出地狱之火，小子，不要以为血脉便代表一切，今日我便要替地天教训教训。大战将起之际，万千藤蔓破土而出，构筑厚重植物墙，一击把赤王轰飞出去。万妖王中年人形现身，面色冷峻，气场强大。万妖王是星斗大森林王者之一，超过50万年极致之木，修为稳居10大凶兽第5，战力堪比98级封号斗罗，底蕴深厚。万妖王愤怒对赤王道：你想拖着整个星斗大森林陪葬吗？自然之子你也敢动？你想死我可不想死。赤王这才知道我是自然之子，6只眼睛全是惊恐，他赶紧退后挡在三眼金尼身前。万妖王攻
躬身致歉，赤王是一个蠢货，他对您出手也是为了瑞兽，还请殿下不要介意。我借机索要补偿道，那就赔我一只10万年植物魂兽，不然就让那只狗和我接着打。万妖王错愕过后满心狂喜，他在考虑自己要不要献祭。自然之子代表着大陆未来的生命核心，眼前这位不仅是自然之子，还拥有真龙血脉，成神的条件已经拉满了。万妖王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还是忍住了献祭自己的冲动，他转身就去抓魂兽。我盯着赤王，赤王再不敢逞凶，后撤了几步，挡在三眼金尼身前。唐三压低声音说：“老师，这群魂兽心思不纯，未来等我们变强，便除掉这群已有取死之道的家伙。”我安抚道：“小三冷静，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头脑。”赤王听到唐三的话，嘴角抽搐，心想这人类又在杀心真大。闻言，唐三收敛杀意，默默将赤王记入仇敌名单。不多时，万妖王归来，带回来一只10万年淬心灵根。此兽生命力极强，还能调动自然力量。殿下感觉它怎么样？淬心灵根感受到我自然之子的气息，激动的不行，感觉运气来了，那是挡都挡不住，直接说道：“殿下，我是最适合您的魂兽，请允许我跟随您。”然后主动献祭，血红色磁场笼罩全身，献祭开始。唐三满心戒备，紧盯两大凶兽，不敢放松。万妖王说：“10万年魂兽主动献祭是绝对安全的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打扰。”唐三听到这话突然愣住，他想到自己母亲也是主动献祭。当年唐昊带着怀孕的母亲游历大陆，导致气息泄露，被武魂殿追杀，母亲为了保护父子俩，不得不献祭。可现在唐三想通了3件事：第一，献祭时没人能打扰；第二，唐昊明知道母亲怀孕还带她到处跑；第三，唐昊把母亲种在那种地方，好几年不去看一次，一个封号斗罗会什么都不懂吗？唐三浑身发抖，双目赤红。唐昊从头到尾要的就是母亲的魂环，什么昊天斗罗就是个卑鄙小人。唐三咬牙切齿：“该死的唐昊，你居然这么对我的母亲！你有取死之道！”唐三已经打定主意，必须要将母亲救出苦海。遭受感情挫折的女人，最好是开启一段新的感情。老师，小三对不起你了，只有老师才配得上母亲。他才打算动用药物，这是最后的手段。1天1夜过去，魂环的血色光芒终于彻底消散。10万年魂环蕴藏的能量庞大无比，就算献祭我也耗时良久。我全身上下生命力旺盛到了极点，每一次呼吸吐纳都趋近天人合一，天地间的自然之力不断在我周身流转，旺盛的气血把附近空气都蒸得升温。一声嘹亮的龙吟从我口中咆哮而出，魂力直接冲到了63级。2个10万年魂技同时灌入脑海。第一个魂技天人合一，催动之后自然之力依附自身，肉身与天地融为一体，大幅提升自身悟性，还能引动天地元气急速疗伤，力量与防御直接翻倍加持。第二个魂技蓝银困天阵，命中目标便可短时封印对方武魂与魂力，封印时长足足5秒。细细感受体内2道全新魂技，我的脸上不自觉浮现笑意。这2个魂技全都是顶尖稀有的能力，天人合一提供高额增幅，蓝银困天阵效果近乎无定风波。我抬手向前虚抓，一块淡绿色10万年右腿魂骨出现在掌心。这块魂骨来自刚刚吸收的第6魂环，按常理我应当立刻就地吸收，配套魂环产出的魂骨契合度最高。我稍加思索，轻轻摇头放弃当场吸收。往后我未必遇不到适配金龙王血脉的魂骨，若是集齐各路龙王专属魂骨，我的实力将会迎来质的飞跃。实在不行，到时候再吸收这块也一样。我把魂骨收进储物魂导器，转身看了一眼还待在旁边的万妖王、赤王与三眼金尼早已不见踪影，我对此并未放在心上。万妖王望着我，阴沉的脸上透出几分温和。殿下是打算离开吗？我拱手道。多谢万妖王前辈出手相助，小三我们走吧。我身负自然之子的身份，万妖王就算知晓我是帝天苦苦找寻的人，也不会出手阻拦为难我。我带着唐三快速离开了星斗大森林，万妖王静静目送我带着唐三离开。等我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密林深处，万妖王面色重新沉了下来，身形一闪，原地消失。万妖王回到生命之湖，三眼金尼立刻跑到他面前说：“那个身上有好闻气息的个人类呢？他打了我，我一定要找机会好好教训他。”万妖王看向三眼金尼，轻轻摇头：“那人已经走了，往后不许再主动招惹他。很多层面上，他的重要性远超于你。瑞兽的本源可以重新孕育，自然之子没了，整个大陆都得完蛋。”这时帝天走过来问道：“他已经离开了吗？”万妖王点了点头。帝天脸色很难看，他原本打算寻到金龙王血脉持有者带回星斗大森林，交由主上抽取另一半金龙血脉，融合金银2龙本源，便能复活龙神。但自然之子的身份让他彻底没办法，总不能放弃无数亿万的魂兽，他觉得只能请主上出面了。帝天沉声交代：“赤王看好瑞兽，不许他再肆意惹事。”转身直接消失。生命之湖岸边，帝天单膝跪地：“主上金龙王就是自然之子，我没办法强行把他带回来。”银白色柔光自湖底缓缓升起，古月娜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：“帝天不必为难，早在感知到金龙王气息时，我便确认他是当世自然之子。既然身份已然明了，我自有办法取回金龙王血脉。接下来几年，我会分离一部分力量，凝聚化身，亲自出手，让他心甘情愿把血脉奉献给我。再耐心等候一段时日，集齐金银血脉的时刻近在眼前。”古月娜的话语满是十足自信。从我踏入星斗释放金龙王气息那一刻，他便锁定我的位置。他一眼看穿我人类的本体，只是不解金龙王血脉为何会寄宿在我体内。既然是人类，那在他看来，感情和爱情就是无敌的。只要让他爱上我，他会心甘情愿把金龙王血脉献给我。他有这个自信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体内的金龙王血脉远比他想象的更加恐怖。金银血脉谁吞谁还不一定呢。星斗大森林外围，唐三迫不及待问我：“
老师，我们直接回诺丁城吗？唐三满心期待，一心想要尽快赶回诺丁城，借机拉近母亲和老师之间的关系。我摇了摇头，先不回诺丁城，接下来我们要去落日森林。几年前我在那边发现一片宝地，当时被神秘强者镇守，我没能进去。现在我有了实力，该去探一探了。我心中早已定下计划，去冰火两仪眼，仙草越早服用效果越好。唐三如今只是大魂师年仅6岁，这个年纪服用仙草再合适不过。小五也需要仙草遮掩10万年魂兽的气息，我也想寻找适配自身的仙草。最关键的是冰火两仪眼深处残存未灭的水火龙魂，传闻那是水火龙王陨落留下的本源龙魂。唐三面露诧异，眼中满是好奇。老师，那是什么样的地方？能被老师称作宝地的地方，必然藏着巨大机缘。唐三早已见识过我的实力，6环修为便能比肩封号斗罗，连我都惦记的秘境绝对是无上机缘。我答道，是一处罕见宝地，此地能加速各类植物生长，还有一红一蓝2处潭水，生长着许多我从未见过的奇珍草木。我没有直接说出冰火两仪眼的名字，只简单讲出秘境的部分特征。唐三听完，身体微微发颤。玄天宝录记载中记载的冰火两仪眼，唐三脑中瞬间生出别的心思，依靠自身药理知识调配特殊药剂，就算老师实力强悍也无法抵挡药力，借此促成母亲与老师相守。冰火两仪眼还能加速母亲伤势恢复，用不了多久母亲便能重塑人形，恢复全部修为。想到此处，唐三忍不住扬起嘴角。我故作疑惑问道，小三，你怎么知道冰火两仪眼？唐三说，小时候从一本书上看到了，书上说那是绝世宝地，里面有无数天才地宝，没想到真的存在。他语气里藏不住激动，我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，小三你懂得真多，不愧是昊天斗罗的儿子。唐三没接话，但提到唐昊自时，唐三眼底掠过一丝恨意，那个醉鬼也配知道冰火两仪眼，不过是个暗算自己女人的卑鄙小人。有了冰火两仪眼的仙草，母亲就能恢复修为，重新化为人形，和老师在一起了。想到这，唐三嘴角勾了起来。我不知道小三在偷笑什么，但我知道的是，冰火两仪眼下还沉睡着水火龙王的龙魂，那才是真正的逆天机缘。